第一课，购买户外装备。嗨，安娜，你去过任何装备商店吗？我在找一些户外装备。嗨，约翰，是的，我去过几个，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装备可供选择，适合各种活动。太棒了！我计划下个月去一次徒步旅行。你对在哪里买一个好的背包有什么建议吗？当然，你可以试试冒险装备商店，他们有各种适合徒步旅行的背包。谢谢，我会检查的。顺便问一下，他们也卖露营帐篷吗？是的，他们确实如此。他们有不同的大小和类型的露营帐篷。太完美了！我的旅行也需要一个帐篷。你能推荐一款轻便的吗？当然，户外世界有一个名为开拓者的轻型帐篷，它易于携带和设置。听起来正是我所需要的。我还应该考虑为这次旅行购买其他必备物品吗？当然，夜间徒步旅行时，你应该买一双不错的登山靴、一个水瓶和一个头灯。我会记下来的。谢谢你的建议，安娜。不客气，约翰。如果您需要更多帮助，请告诉我。享受你的徒步旅行吧。我会的，再次感谢，安娜。我已经对此感到兴奋了。第二课，在线推荐。嗨，安娜，你知道你推荐的具体网站吗？我最近在网上购物方面有很好的经验。嗨，约翰，我可以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推荐一些网站。你想买什么？我需要一些新的厨房电器，对可靠的网站有什么建议吗？一定要去看看厨房必备品，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电器，而且价格优惠。谢谢你的推荐，我会浏览他们的网站。顺便问一下，你有没有在网上买过衣服？是的，我有。我通常在时尚大道购物，他们有时髦的衣服和合理的价格。听起来很棒，我会试一试的。那书呢？有好的在线书店吗？在线书虫非常适合读书爱好者，他们的藏品种类繁多，经常提供折扣。太棒了，我会把它添加到我的清单中。你对在线学习平台有什么建议吗？ SkillUp 学院是一个受欢迎的在线课程平台，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科目可供选择。这正是我需要的，我一定会去看看的。你曾经使用过任何旅行预订网站吗？是的，Wanderlust Travel 是我预订航班和住宿的首选网站，他们有很棒的优惠。完美，下次旅行时我会记住这一点。感谢所有的建议，安娜。不客气，约翰。我希望他们对你有所帮助。祝您购物和学习愉快。谢谢你，
安娜，我很感激，我很高兴浏览这些网站。第3课，在家里保持专注。嗨，安娜，你在家里有没有分心？有时候我发现很难保持专注，尤其是我的家里有宠物。嗨，约翰，我能理解，宠物可能会分散注意力。我有一只总是想引起注意的猫。我的狗也一样，它总是强迫我去玩 Fetch， 尽管有干扰。你如何设法保持专注？我会尽量指定一个我可以集中精力的特定工作空间，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区域会有所帮助。这是个好主意，我也应该创建一个指定的工作空间。那家务活呢？它们也可能分散注意力。绝对可以，我会为琐事制定时间表，并分配特定的时间来完成这些琐事。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和专注。我会尝试这种方法。当它们就在我面前时，忽视这些琐事是很难的。你还有其他保持专注的秘诀吗？另一个技巧是消除数字干扰。我关闭了手机上的通知，并关闭了电脑上不必要的选项卡。我从来没想过，社交媒体通知总是吸引我的注意力。我一定会试一试的。还有其他建议吗？短暂的休息也会有所帮助。我发现离开工作几分钟可以提神醒脑，提高注意力。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策略。我会把短暂的休息时间纳入我的日常工作中。谢谢你的建议，安娜。不客气，约翰。我希望这些提示能帮助你保持专注。请记住，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很重要。我会的，安娜。我很感激你的指导，这是为了保持专注和提高工作效率。第4课，做你自己。嗨，安娜，我最近有点紧张。你有什么在社交场合保持冷静和保持自己的秘诀吗？嗨，约翰，感到紧张是正常的，但记得拥抱自己的身份。信心起着重要作用，做你自己就行了。有时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如何设法在不同的社交环境中保持真实的自己？重要的是要提醒自己的长处和独特品质，专注于让你与众不同的东西，让它大放异彩。我会记住的。有时候我太担心别人对我的看法了。有什么建议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吗？一种策略是将注意力从寻求批准转移到仅仅享受当下，真诚的在场并与他人互动。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我应该专注于体验，而不是担心判断。还有其他提示吗？练习自我接纳和自我保健，用善良和同情心对待自己。当你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满意时，它就会显示出来。我会把自我保健作为优先事项。照顾好自己会让我感到更加自信。处理批评怎么样？建设性的批评可能很有价值，
但请记住不要把所有事情都当作个人看待，将有用的反馈与不必要的消极情绪分开。这是个好观点，我将学会区分建设性批评和毫无根据的消极情绪。谢谢你的指导，安娜。不客气，约翰。请记住，忠于自己是与他人建立联系和建立有意义关系的最佳方式。我很欣赏你的智慧之言，安娜。这是为了拥抱我们的真实自我，过上真实的生活。第5课，安排会议。嗨，安娜，我需要和你讨论一些事情。我们明天见面怎么样？下午2点对你有用吗？嗨，John，明天听起来不错。下午2点对我有用。我们应该在哪里见面？我们在你办公室附近的咖啡店见面吧，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个方便的位置，这样可以吗？当然，我办公室附近的咖啡店是个不错的选择。明天下午2点在那里见。完美，我会把它标记在我的日历上。顺便问一下，你认为这次会议会持续多久？我认为1个小时应该足够了。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对其进行扩展。这对你来说听起来合理吗？是的，1个小时听起来很合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所有问题。我应该带什么特别的东西吗？只需带上任何可能对我们的讨论有帮助的相关文件或注释即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吧，我一定要收集所有必要的材料。我很期待我们明天的会议。同样，约翰，当我们有机会讨论事情时，总是富有成效的。明天下午2点见。到时候见，安娜。让我们把它变成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第6课，授予排他性。嗨，安娜，我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提议。我们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合作伙伴授予新产品的独家经营权。你怎么看？嗨，约翰，这听起来很有趣。授予排他性可能是有益的，但我们需要考虑某些因素。绩效标准是什么？说得好，安娜。我们应该制定合作伙伴需要满足的具体绩效标准，以保持排他性，这确保了他们交付成果。当然，我们要确保他们有决心和能力。规定的排他性期限应为多长时间？我认为为期1年的独家经营期是合理的，它使合作伙伴能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同时激励他们的表现。我同意，1年为合作伙伴提供了展示其能力的公平机会。条款和条件呢？我们应该在合同中清楚地概述条款和条件，这包括义务、终止条款和任何其他相关细节。对，一份精心起草的合同将保护双方的利益。让法律顾问对其进行审查，以确保其有效性很重要。当然，法律审查对于避免任何潜在问题至关重要。一旦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可以继续授予独家经营权。
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授予独家经营权可能是我们新产品的战略举措，让我们确保所有内容都有明确的定义。同意，安娜。我们希望为成功建立伙伴关系，我将开始起草合同，让法律顾问参与进来。第7课，寻找共同点。嗨，安娜，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眼前的问题。妥协和寻找解决方案至关重要。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共同点？嗨，约翰，你说的对。为了找到共同点，我们需要了解彼此的观点。积极倾听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当然，积极倾听有助于我们获得见解并表现出同理心。一旦我们相互理解，我们就可以努力寻找互惠互利的解决方案。我同意，约翰。重要的是要关注潜在利益，而不是停留在对立的立场上。找到共同的目标是关键。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安娜。确定共同的目标有助于我们协调努力，实现双赢的结果。集思广益怎么样？头脑风暴是生成创造性解决方案的绝佳方式。我们可以探索不同的选择，并共同评估其可行性。我喜欢这种方法。通过让我们双方都参与集思广益的过程，我们增加了找到创新解决方案的机会。当然，合作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我们还应该对考虑其他观点和想法持开放态度。我完全同意。思想开放使我们能够探索可能性，并考虑最初可能没有想到的解决方案。没错，约翰。让我们专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沉迷于差异。我们可以共同找到共同点，并达成解决方案。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安娜。共同努力，找到共同点，将使我们取得圆满成果。当然，约翰。让我们本着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会找到一个令我们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谢谢你的积极态度，安娜。你的合作意愿使这个过程变得更加顺利。让我们开始工作吧。我很高兴，约翰。让我们深入探讨，找到最好的前进方向。我很高兴能共同努力达成解决方案。我也是，安娜。让它成为现实。第8课，探索附近地点。安娜你好，我在附近找到了一家新餐厅，听起来很棒。离这里只有几步之遥吗？嗨，约翰，太令人兴奋了。让我们来看看地图。是的，只有几个街区之遥，我们绝对可以走到那里。这很方便。徒步探索新地方使我们能够享受周围的环境，并发现隐藏的宝石。当然，约翰，散步还为我们提供了锻炼身体和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我同意，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同时享受愉快的漫步。当然，约翰。此外，
这是支持附近当地企业的机会。支持当地企业对社区的发展很重要，让我们把尝试新地方作为重点。我全力支持，约翰。尝试新餐厅时，我们有机会体验不同的美食和口味。它拓宽了我们的烹饪视野，为我们的用餐体验增添了刺激。我等不及要尝试这家新餐厅了。我也是，约翰。我很好奇他们的菜单。对于味蕾来说，尝试新菜永远是一次冒险。当然，安娜，这就像在我们自己的社区踏上烹饪之旅一样。谁知道，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最喜欢的新景点。探索附近的地点充满惊喜。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安娜。我们永远不知道会发现什么，让我们制定计划来尽快去那里。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让我们选择一个适合我们双方的日期和时间，然后开始我们的烹饪之旅。同意，安娜。让我们找一个方便的日子，让我们的味蕾开心。我很期待。我也是，约翰。这将是一次愉快的体验，让我们充分利用我们的社区探索。当然，安娜，这一切都是为了抓住我们家门口的机会，让我们去尽情享受吧。第9课，定义目标。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我们的项目，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清晰度。我不确定我们的目标。嗨，约翰，我理解你的担忧。明确的目标对于指导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让我们一起来定义它们。这听起来像个计划，安娜。我们应该有具体的、可衡量的目标来跟踪我们的进展。当然，约翰，具体和可衡量的目标提供了重点，使我们能够准确地评估我们的成就。我同意，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方向和里程碑，以确保我们走上正确的轨道。没错，约翰。考虑到可用的资源和时间，我们还要确保我们的目标可实现且切合实际。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安娜。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可确保我们的努力与我们可以合理实现的目标保持一致。此外，让我们设定目标的时间限制。设定最后期限会产生紧迫感，并有助于确定优先顺序。我完全同意，安娜。有实现的目标使我们承担责任，激励我们采取行动。一旦我们确定了目标，我们就可以将其分解为较小的任务并制定行动计划。将目标分解为可管理的任务，可以使它们更平易近人，并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当然，约翰，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分配资源，并尽早发现任何潜在的障碍。提前识别潜在挑战，使我们能够制定应急计划，并保持积极主动。这是个聪明的方法，约翰。
为障碍物做好准备将使我们能够顺利地穿越障碍物并继续向前迈进。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安娜，让我们共同努力，定义我们的目标并制定成功路线图。我相信，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明确的计划，我们将能够取得良好的成绩。让我们开始吧。当然，安娜，让我们深入探讨，为一个成功的项目奠定基础。感谢你的合作和投入。第10课，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安娜你好，我看到了这个周末发生的一场当地活动，听起来很可爱。与家人共度时光总是很愉快的。嗨，约翰，我同意。家庭时间很宝贵。这个活动是关于什么的？我很想知道更多。这是一个社区博览会，有各种活动、游戏和现场表演，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这听起来像是充满乐趣的一天。在充满活力的氛围中与家人共度时光总是令人难忘的。当然，安娜，这是一个创造持久回忆并加强我们与亲人联系的机会。我完全同意。家庭时光提供了一个脱离日常生活并专注于彼此的机会。确实如此，它使我们能够在场并与家人充分互动，从而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而且这不仅仅是活动本身，前往会场的旅程和共度的时光增加了整体体验。你说的对，安娜，这关系到我们分享的美好时光，无论是在活动期间还是活动开始前的时刻。确切地说，这是关于享受彼此的陪伴，营造积极快乐的氛围。最棒的是，我们可以让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无论年龄或兴趣如何，它对所有人来说既包容又有趣。这是家庭时光的亮点之一，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并为享受这一天做出贡献。当然，安娜，这是庆祝团结和加强我们家庭纽带的机会。家庭时间还提供了互相支持和鼓励的机会，培养团结感。我完全同意，我们可以在游戏和活动中互相加油，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与亲人共度时光所带来的欢笑和快乐，这是无价的。你说的绝对正确，安娜。欢笑和喜悦使这次体验更加难忘和特别。我对这个活动感到兴奋，约翰。这是与家人一起创造美好回忆的绝佳机会。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安娜。让我们制定参加活动的计划，充分利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让我们在日历上标记，期待与亲人共度美好的一天。我等不及了，安娜。这将是充满爱、欢笑和珍贵时刻的一天。第11课，平静的睡眠。嗨，安娜，对不起，但由于声音很大，我昨晚无法入睡，这造成了相当大的颠覆性。
嗨，约翰，我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噪音确实会干扰我们的睡眠。你有没有尝试过任何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是的，我试过戴耳塞，但它们并没有多大帮助。我愿意接受有关如何改善睡眠环境的建议。你可以考虑的一种选择是使用白噪声机，它可以帮助淹没外部声音并营造舒缓的氛围。这是个好主意，安娜。我听说过白噪音机，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您可以在线查看或访问当地的家居用品商店，它们通常在卧室或休闲区可用。我一定会调查的。我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窗外路灯的亮度。啊，我明白了，明亮的灯光会干扰我们的睡眠模式。你有没有考虑过使用遮光窗帘或百叶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安娜。我还没考虑过遮光窗帘，我将探索这个选项来创造一个更黑暗的睡眠环境。值得一试，约翰。遮光窗帘可以有效阻挡外部光源，促进更好的睡眠。谢谢你的建议，我一定要安装遮光窗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光线干扰。不客气，约翰。此外，建立就寝时间可以向您的身体发出信号，表明该放松身心并为睡眠做准备了。这是有道理的，安娜。我应该养成稳定的生活习惯，包括睡觉前的放松活动。没错，参与读书、洗个热水澡或进行深呼吸练习等活动，可以帮助您放松身心，更轻松地入睡。我会把这些活动纳入我的晚间例行活动中，希望它能让我的身心做好准备，睡个好觉。我很高兴你发现这些建议有用，约翰。创造一个宁静的睡眠环境以促进整体健康至关重要。我完全同意，安娜。优质的睡眠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当然，约翰，通过实施这些改变，你将增加睡眠恢复力更强、不受干扰的可能性。谢谢你的建议，安娜。感谢你帮助解决这个睡眠问题。不客气，约翰，我是来支持你的。我希望你所做的改变能带来更平静、更有活力的睡眠体验。我也充满希望，安娜。这是为了让未来的睡眠更美好。第12课，健身目标。嗨，安娜，你多久锻炼一次？我的目标是每周至少锻炼5次。嗨，约翰，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我会尽量保持类似的锻炼习惯。定期运动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当然，安娜，它使我们保持身体健康，对我们的整体健康有很多好处。我完全同意，运动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增强肌肉并提高我们的能量水平。没错，安娜，它在减轻压力和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约翰，
我发现锻炼可以帮助我清醒头脑，改善心情，它是一种很好的缓解压力的方法。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安娜。看到运动如何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令人鼓舞。确实如此，约翰。那么，在5次锻炼中，你通常会进行什么样的锻炼呢？我喜欢混合有氧运动，例如跑步和骑自行车，以及通过举重或体重锻炼进行力量训练。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全面的例行程序，约翰。心血管锻炼和力量训练提供了一种平衡的健身方法。我相信保持多样化的锻炼习惯，以针对不同的肌肉群，并提高整体耐力。这是个聪明的方法，约翰。变化使锻炼变得有趣，并以不同的方式挑战我们的身体。当然，安娜。此外，它还有助于防止我们的健身进度出现无聊和停滞。我同意。从长远来看，保持锻炼愉快和吸引力很重要，这样才能保持积极性。除了运动，你是否遵循任何特定的饮食习惯来支持自己的健身目标，安娜？是的，约翰。我专注于均衡饮食，富含水果、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太棒了，安娜。适当的营养是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和优化锻炼表现的关键。当然，约翰，这是关于用正确的营养来滋养自己，以支持我们的健身活动。我完全同意，安娜。为了实现我们的健身目标，坚持锻炼和健康的饮食习惯是齐头并进的。当然，约翰，这是一种综合方法，包括体育锻炼和正念营养。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安娜。进行以健身为导向的对话和交流想法是激励人心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约翰。分享我们的健身之旅，并在此过程中互相鼓励，真是令人鼓舞。当然，安娜。让我们继续优先考虑我们的健康和健康，在前进的每一步都互相支持。我全力支持，约翰。这是一种健康而积极的生活方式，为我们带来欢乐和活力。为此干杯，安娜。让我们继续努力实现自己的健身目标，享受变得更强壮、更健康的过程。第13课 Wanderlust。安娜你好，我注意到，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俩都对旅行充满热情。我完全同意，探索新地方是一种丰富的体验。嗨，约翰，确实如此。旅行使我们能够沉浸在不同的文化中，尝试新的美食，创造持久的回忆。当然，安娜。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不同的视角和生活方式大开眼界。我完全同意，约翰。亲眼目睹世界的多样性和美丽真是令人着迷。旅行还为个人成长和自我发现提供了机会，你不这样说吗？当然，约翰。走出舒适区，拥抱新体验，有助于我们作为个人学习和成长。
确实如此，安娜。通过我们的旅行冒险，我们变得更具适应性、韧性和开放的心态。当然，约翰。另外，这是摆脱日常生活，让自己恢复活力的机会。我完全同意，旅行使我们能够摆脱平凡，踏上激动人心的冒险之旅。而且这不一定是一段宏伟的旅程，即使探索我们的当地环境，也可能是一种丰富的体验。你说的对，安娜，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后院，也有很多美景和隐藏的宝石可供探索。这就是旅行的美妙之处，它不一定总是关于遥远的地方，而是要拥抱探索精神。没错，安娜。那么，你有任何即将到来的旅行计划或梦想中的目的地吗？我实际上正在计划明年去日本旅行，我一直被其丰富的文化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所吸引。听起来很神奇，安娜。日本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从繁华的城市到宁静的寺庙和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约翰。你呢？你的旅行清单上有任何梦想的目的地吗？我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是冰岛，那里的风景就像梦中一样，有火山、冰川和迷人的北极光。哦，冰岛太不可思议了，约翰。自然美景和独特的地热特征使其成为一个真正令人难忘的目的地。我只能想象，安娜，这绝对是我的头等大事。我希望能尽快让那次梦想之旅成为现实。我相信你会的，约翰。这个世界充满了等待探索的奇迹，我希望我们都能体验到它们。当然，安娜，让我们继续激发我们的旅行欲，并在旅途中创造一生的旅行回忆。第14课，跑后历程。嗨，安娜，我很羡慕你的跑步动机。跑步后你会做什么来冷却和恢复？嗨，约翰，谢谢。跑步后，我通常会做一些轻微的伸展运动，以放松肌肉并防止僵硬。这听起来是个好习惯，安娜。伸展运动有助于提高灵活性并降低受伤风险。当然，约翰，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肌肉有机会放松并逐渐恢复到休息状态。我同意，安娜。除了伸展运动之外，你还会在跑步后的日常活动中加入其他活动吗？是的，我喜欢通过多喝水来补充跑步过程中流失的液体，为自己补充水分。补水是必不可少的，安娜。它有助于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并支持正常的肌肉功能。当然，约翰，我还喜欢吃一种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均衡的营养零食，以帮助恢复。这是个明智的选择，安娜。经过艰苦的锻炼后，我们的身体需要燃料来修复和重建。当然，约翰，重要的是要为我们的肌肉提供恢复和变得更强壮所需的营养。除了身体恢复外，跑步后你还有什么可以放松和放松的吗？
是的，我发现花点时间进行深呼吸或冥想会很有帮助，这样可以使我的思想平静下来并减轻压力。安娜，这是将正念融入日常生活的好方法，它促进心理健康和放松。我完全同意，约翰。这是一个与自己重新建立联系并找到内在平衡的机会。太棒了，安娜，照顾好我们的身心健康，对于采取全面的健身方法至关重要。当然，约翰，这是关于找到一种对我们个人有效、有利于我们整体健康的平衡点。我很感激你的见解，安娜。听到你的跑步后的日常活动以及你对恢复的重视，真是令人鼓舞。谢谢你，约翰。必须倾听我们的身体，优先考虑自我保健，以维持长期的健身之旅。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继续互相学习，探索优化健身计划的新方法。当然，约翰，团结起来，我们可以互相激励和激励，实现我们的目标，过上健康、积极的生活。我很感激我们的讨论，安娜。感谢您分享您在健身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第15课，更衣室困境。嗨，安娜，这个看起来很完美，我能试一试吗？嗨，约翰，当然，开始吧。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请告诉我。谢谢，安娜。它怎么合身？在你身上看起来很棒，约翰。颜色很适合你，而且大小似乎恰到好处。很高兴听见，安娜。我想要一件既舒适又时尚的东西。你已经用这个选择搞定了，约翰。它是时尚与功能的完美平衡。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安娜。我很欣赏你的时尚专业知识。我很高兴，约翰。我喜欢帮助其他人找到自己的风格，对自己的服装充满信心。你对时尚有敏锐的眼光，安娜。我一直很佩服你的风格感。谢谢你，约翰。我相信服装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当然，安娜，当我们对自己的穿着感觉良好时，它会对我们的整体举止产生积极影响。确实如此，约翰。选择能让我们感到舒适并反映我们个性的衣服很重要。我完全同意，安娜。时尚应该反映我们的身份，让我们感觉最好。当然，约翰。而且在选择服装时，不要忘记考虑场合。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安娜。不同的活动要求不同的着装要求和风格。没错，约翰。在保持我们个人风格的同时，为这个场合穿得体，这一点很重要。我很感激你的建议，安娜。有像你这样精通时尚的朋友会很有帮助。我总是很乐意提供帮助，约翰。时尚是表达自我、增强自信的一种方式。而且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安娜。你的风格永远是正确的。
谢谢你的客气话，约翰，这意味着来自你的很多东西。不客气，安娜，你的时尚感确实令人鼓舞。我很高兴能激励你，约翰。记住，关键是穿上能让你感到舒适和自信的衣服。我会记住的，安娜，感谢您的指导和支持。任何时候，约翰，时尚注定要有趣，是我们独特个性的反应。我完全同意，安娜，这是为了通过时尚来拥抱我们的个性。为此干杯，约翰！愿我们继续保持自己的风格，并在此过程中激励他人。当然，安娜，让我们发表时尚宣言，对我们的选择充满信心。第16课，关于共享服务。嗨，安娜，你曾经使用过出租车或拼车应用程序等共享服务吗？嗨，约翰，是的，我有。它们比拥有汽车更方便，而且通常更实惠。没错，安娜，科技让人们更容易获得交通工具，这真是太好了。当然，约翰，只需在手机上轻点几下，我们就可以在需要时搭车。非常方便，安娜，我记得叫出租车是唯一选择的日子。时代肯定变了，约翰。现在，我们有多种选择触手可及。说到选项，你所在的地区有很多出租车和拼车服务吗？是的，有，约翰。在市区，你可以找到大量的出租车和一系列的拼车应用程序可供选择。这很方便，安娜，它提供了灵活性，并确保我们随时可以找到行车路线。当然，约翰，对于那些没有汽车或不想开车的人来说，它特别有用。我能看出它对生活在繁忙城市的人们有何好处，安娜，它使他们免于停车和交通的麻烦。没错，约翰，它也是一种环保的选择，因为它减少了道路上的汽车数量。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安娜，共享服务有助于营造更可持续的环境。他们确实如此，约翰。看到技术和创新如何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真是太棒了。我同意，安娜。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服务如何改变了我们的通勤和旅行方式。当然，约翰，他们使每个人的交通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安娜，您在使用共享服务时遇到过任何挑战或缺点吗？偶尔，约翰，有时，在高峰时段或恶劣天气下，可能会有更长的等待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安娜。在计划行程时，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因素。当然，约翰，制定备用计划或其他交通选择总是一个好主意。明智的建议，安娜。依赖共享服务时，灵活性是关键。我完全同意，约翰。
这是关于适应情况并充分利用可用资源。当然，安娜，感谢您分享您在共享服务方面的见解和经验。不客气，约翰，这是一个有趣的讨论。科技继续塑造我们的生活和出行方式。确实如此，安娜，让我们拥抱这些进步，让我们的旅程更加便捷和可持续。第17课，冒险经历。嗨，安娜，你有没有考虑过开始一项可能带来回报的冒险经历？嗨，约翰，是的，我已经考虑过了。在创业世界中，风险和回报往往齐头并进。没错，安娜，潜入不确定的事物需要勇气，但潜在的回报可能是巨大的。当然，约翰，精打细算的风险并抓住机会可以带来巨大的成功。我同意，安娜，但是，你认为此类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好吧，约翰，我相信拥有清晰的愿景和坚实的商业计划至关重要。这是有道理的，安娜。愿景提供方向，而深思熟虑的计划有助于应对挑战。没错，约翰。此外，毅力和韧性是克服障碍的基本特征。我完全同意，安娜。冒险的冒险之旅必然会有起有落。这是真的，约翰。能够适应，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继续向前迈进至关重要。我想拥有一支强大的团队和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约翰，与有才华的人共处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推动企业向前发展。这是宝贵的见解，安娜。协作和协同作用是成功的强大动力。他们当然是，约翰。重要的是要利用他人的优势，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安娜，你认为还有其他关键要素对风险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好吧，约翰，我还要强调市场研究和了解目标受众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安娜。了解市场和客户可以更好地做出决策和进行创新。的确，约翰，它有助于发现机会并量身定制产品或服务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我明白所有这些元素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安娜。它们为冒险企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约翰，这是精心策划的冒险行为，战略规划和持续学习之间的微妙平衡。感谢你分享你的见解，安娜。思考此类企业的可能性和回报令人鼓舞。不客气，约翰。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令人兴奋的话题。风险投资可以带来个人成长和显著成就。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接受冒险进入未知世界所带来的挑战和潜在回报。为此干杯，约翰。
愿我们敢于实现远大的梦想，采取必要措施，在自己的事业中取得成功。当然，安娜，这里是未知世界的快感，也是将风险转化为胜利的旅程。第18课，海岸避风港早餐。嗨，安娜，你曾经在 Coastal Haven 尝试过早餐吗？它在旅行者中很受欢迎。嗨，约翰，是的，我有。那里的早餐很棒，有各种美味的选择。太棒了，安娜，你会推荐他们的早餐菜单中的哪些菜肴？好吧，约翰，他们的蓬松煎饼和脆皮培根是必须尝试的，它们简直令人垂涎欲滴。这听起来很诱人，安娜，我总是想吃一顿丰盛的早餐。还有其他特色菜吗？当然，约翰，他们的班尼迪克特蛋配奶油荷兰酱真是太棒了，如此丰富又美味。你让我感到饥饿，安娜，这听起来像是开始新一天的理想场所。绝对是，约翰。最棒的部分是您在享用美食的同时欣赏迷人的海岸景色。这是一个很棒的组合，安娜。美味的食物和风景如画的环境为您带来难忘的体验。当然，约翰，难怪 Coastal Haven 是寻求美味早餐的旅行者的最爱。他们是否为有饮食偏好的人提供任何素食或纯素食选择？是的，他们确实如此，约翰。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新鲜水果碗和牛油果吐司，可满足不同的饮食习惯。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安娜。为所有人提供包容性选项很重要。当然，约翰，他们努力满足各种口味和饮食需求。Coastal Haven 是指在旅行者中很受欢迎，还是当地人也经常光顾这个地方？约翰，这是旅行者和当地人的最爱。美味的食物和温馨的气氛吸引着所有人。太棒了，安娜。找到能引起游客和社区共鸣的地方总是件好事。我同意，约翰。它营造了一种联系感和共享乐趣。你曾经在 Coastal Haven 和其他食客进行过有趣的对话吗？哦，当然，约翰。舒适的氛围通常鼓励友好的对话和旅行故事的交流。这听起来像是与人建立联系并了解他们的经历的好方法。确实如此，约翰。早餐不仅仅是一顿饭，它成为一种难忘的社交体验。我能想象那里的热闹气氛和空气中弥漫的笑声。你捕捉得很完美，约翰。Coastal Haven 拥有温暖而充满活力的能量。感谢你分享你的经验，安娜。我等不及要去 Coastal Haven 品尝他们的美味早餐了。不客气，约翰。我相信你会喜欢的，这是开始新的一天的愉快方式。我很期待，安娜。这里是 Coastal Haven，尽情享受美味早餐的乐趣。
第19课，成人猫粮。安娜你好，你试过专为成年猫咪设计的新款猫粮吗？嗨约翰，是的，我有。它的配方可以满足它们独特的营养需求。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安娜，它有什么特殊成分或好处吗？当然，约翰，它含有高质量的蛋白质和必需维生素，可保持猫科动物的最佳健康。太棒了！因此，它为成年猫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必要的营养。是的，约翰，它支持它们的整体健康，有助于保持健康的体重。这很重要。成年猫需要均衡饮食才能保持活跃并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当然，约翰，它还含有 Omega-3脂肪酸，可保持毛发和皮肤健康。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一件闪亮的外套是猫咪健康的标志。是的，约翰，猫粮还含有抗氧化剂，以支持它们的免疫系统。这是有益的。强大的免疫系统有助于保护猫免受疾病侵害。没错，约翰，为它们提供正确的营养素以支持它们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猫粮有特定的口味吗？是的，约翰，它有多种口味，例如鸡肉、鱼和牛肉。很高兴知道，在口味方面，猫可能有不同的偏好。当然，约翰，它允许宠物主人选择猫最喜欢的口味。猫粮有不同的形式吗？比如干湿两用？是的，约翰，它有干湿两种形式，可满足不同的喂养偏好。这很方便。有些猫喜欢吃湿的食物，而另一些则喜欢干的粗馍。没错，约翰，它使猫主人可以灵活地选择最适合宠物的方法。猫粮的包装尺寸是否不同？是的，约翰，它有各种包装尺寸可供选择，从小袋子到大袋子。这很有帮助。它允许宠物主人根据猫的需求购买合适的金额。当然，约翰，必须有适合不同家庭要求的选择。感谢您分享这些信息，安娜。这对于猫主人为成年猫寻找合适的食物很有帮助。不客气，约翰。均衡饮食是保持毛茸茸的朋友健康快乐的关键。我完全同意，安娜。这是为了为我们的成年猫提供它们茁壮成长所需的营养。第20课，包容性工作环境。安娜你好，你注意到创造包容性工作环境有多重要吗？嗨，约翰，绝对是。当每个人都感到被重视时，士气和生产力就会得到提高。确实如此，安娜。它营造了人们可以茁壮成长的积极氛围。没错，
约翰。包容性可以培养归属感，鼓励合作。当每个人的独特观点都得到尊重和赞赏时，真是太棒了。是的，约翰，他为团队带来了更多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想法和经验的多样性可以真正推动公司向前发展。我完全同意，约翰，他带来了新的见解，有助于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确保平等的职业成长和发展机会也很重要。当然，约翰，为所有员工提供公平的机会，可以促进公平和支持性的文化。当人们看到自己的辛勤工作得到认可和回报时，就会激励他们脱颖而出。没错，约翰，认可和奖励可以培养忠诚感和承诺感。领导者在促进包容性方面定下基调并以身作则很重要。当然，约翰，领导力在创造包容性工作环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鼓励公开沟通和积极倾听员工的反馈至关重要。积极倾听表明他们的意见很重要并且被考虑在内。为所有员工提供多元化和包容性培训也很重要。培训有助于提高认识，形成对包容性重要性的共同理解。当然，安娜，它有助于消除偏见并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心态。这不仅仅是政策和程序，还关系到培养一种尊重和接受的文化。创造一个让每个人都感到舒适的安全空间至关重要。是的，约翰，它允许个人全身心投入工作，做出真实的贡献。在包容性的工作环境中，人们庆祝差异而不是将其视为障碍。拥抱差异可以创造一个更丰富、更具活力的工作场所。感谢你讨论这个重要的话题，安娜。无论身在何处，让我们努力创造一个包容的环境。不客气，约翰。团结起来，我们可以产生积极影响，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当然，安娜，让我们在每一步都倡导多元化和包容性。第21课，速干毛巾。嗨，安娜，你试过用速干毛巾吗？它们真是太神奇了。嗨，约翰，是的，我有。它们快速干燥且易于使用。太棒了，它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在你赶时间的时候。当然，约翰，速干毛巾非常适合忙碌的早晨或外出时。我喜欢它们如何有效吸收水分，而不会留下潮湿的感觉。是的，约翰，它们旨在吸走水分，让您感觉干爽清爽。这太棒了，尤其是在炎热潮湿的天气里，普通毛巾会让人感到沉重和不舒服。没错，约翰，速干毛巾轻盈透气，非常适合任何季节。
我还很欣赏它们小巧且易于打包，适合旅行或健身时使用。是的，约翰，它们在包中占用的空间更少，携带方便。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我明白为什么它们变得如此受欢迎。当然，约翰，它们是各种活动的实用且用途广泛的选择。它们有不同的尺寸和颜色吗？是的，约翰，速干毛巾有各种尺寸可供选择，从小手巾到较大的浴巾。太棒了！它允许您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尺寸。它们还有多种颜色和图案，为您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丝时尚气息。这是一个不错的奖励。拥有符合您个人喜好的毛巾总是很有趣。当然，约翰，速干毛巾兼具功能性和美观性。感谢您分享这些信息，安娜，我一定会试一试的。不客气，约翰，我相信你会喜欢速干毛巾的便利和高效。我很期待，这是一种快干且无忧的毛巾体验。第22课，在线隐私。嗨，安娜，你有没有想过在线隐私？我担心有人会利用这个机会。嗨，约翰，绝对是。注意我们的隐私并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很重要。没错，安娜，随着技术使用的增加，我们的数字足迹正在扩大。没错，约翰，我们在任何上网的地方都会留下数据的痕迹，保护数据至关重要。我听说过数据泄露和身份盗用，这与我们的信息如何被滥用有关。是的，约翰，这就是为什么必须为我们的在线账户使用强大而独特的密码的原因。我同意，安娜，密码应是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的组合。此外，启用双因素身份验证还会增加一层额外的安全性。这是个好观点，安娜。它确保只有获得授权的个人才能访问我们的账户。同样重要的是要谨慎对待我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共享的信息。当然，安娜，我们应该注意我们发布的内容，并考虑潜在的后果。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隐私设置有助于控制谁可以看到我们的帖子和个人详细信息。没错，安娜，我们应该定期审查和更新我们的隐私设置以保持控制权。要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是避开可疑网站，并在点击未知链接时要谨慎行事。是的，安娜，网络钓鱼尝试和恶意软件可能会危害我们的数据和隐私。让我们的设备和软件保持最新的安全补丁也至关重要。没错，安娜，软件更新通常包括防范漏洞的安全增强功能。
最后，使用可靠的防病毒程序并定期扫描我们的设备，可以帮助检测和预防威胁。感谢您分享这些技巧，安娜。每个人都必须积极保护自己的在线隐私。不客气，约翰。让我们保持警惕，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数字生活。当然，安娜，我们的隐私非常宝贵，我们有责任确保其得到保护。我们可以一起自信地浏览数字世界，并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这就是精神，安娜。让我们优先考虑我们的在线隐私，并提高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